大夫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他很好，没事。恭喜你啊！恭喜我！你夫人的脉象是喜脉，她有喜啦。哎呦！我要当爹了！我要当爹了，哥们儿，我要当爹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弄错了，应该恭喜你呀！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夫没关系的。哎，大夫，顺便请教一下，我老婆既然是怀了身孕，她怎么会晕倒呢？不必担心啊，她是因为怀孕加上操劳过度才晕倒的。啊，好好调养一下，再吃几帖安胎药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是。大夫，谢谢你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谢谢，这样就懂了，要吃些安胎药。哎，大夫，你慢走啊！张华，你杵在这干嘛？还不快去送大夫去？快去！哎，顺便把钱给了，去！哎，启真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刚才吓死我了。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怀孕了，你马上就要当孩子的妈，而我夫人家马上就要成为孩子的爹了。哎，安华，你回来了？不是我说你比我早结婚，你看看我现在都要当爹了，你在干嘛呢？跟你们薛家大小姐多多加油才是嘛！啊，就要当爹的人了。你得挑起一家之主的责任，别再让启真出去做生意了。这些钱，拿去给启真买点补品，补身子安胎。好，郑家是我丈夫，他会有办法照顾我的，不需要你的怜悯。妈，我来看您来了。我怀孕了，这感觉很奇怪。我没有将为人母的喜悦，反而觉得我的内心好挣扎，好矛盾。妈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不爱孩子他爹。将来这个孩子出世了，我还会爱这个孩子吗？他是一个不被期待、不被祝福的孩子，他来的不是时候，也不该来到这个世上。妈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这个家。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，这才是我最怀念的地方，最舍不得的地方。回家了，终于回家了。安华，跟我回家！你快走开！赵安华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把你加诸在我身上的痛苦1000倍、10000倍的还给你。赵安华，我要在你的眼皮底下生活，我要你看着我的肚子，
一天一天大起来。我要让你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的痛苦，我要让你跟我一样，一辈子痛不欲生。哎呀，秦真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她现在怀有身孕，怎么能跟以前一样到处乱跑呢？这要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那该怎么办呢？究竟跑哪儿去了？哎，秦真，你回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真的可担心你了。你饿不饿呀？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好不好？秦真，秦真，你要干什么？秦真，难不成你要离开我？齐真，请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齐真，我知道我有很多的缺点，我改，我愿意改，只要你不喜欢的地方我都愿意改。可是你不要离开我，你不要带着孩子离开我行吗？孩子不能还没出生就没有爹呀。我们搬到青桐去住。我们搬去青桐，为什么？住这里不好吗？我决定了，你要是不去没关系，我自己去。小香，这儿再往右边一点。哇，一片红啊，搞得还挺像回事的啊。妈，都布置的差不多了，您看还有哪里不满意的？你办事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姐，都是你一手操办的。谢谢，姐。不敢当，你可别老怪我这个姐姐心不向着你就好了。我那是在吃姐夫的醋，你就别跟我计较了嘛。我能跟你计较吗？我就你这么一个弟弟，我不疼你，疼谁呀？传宗，你明天就要成亲了，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口无遮拦，没个定性，知道吗？是妈，我保证，娶了梦瑶以后，我一定谨言慎行，认真工作，绝对不会再惹是生非。你可别光嘴上说说，可要真做给妈看，别又是3分钟热度。我保证，我这次啊是的的确确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，你们就等着看吧。好，我就等着我的宝贝儿子做给我看。不过这抱孙子的事，妈可不能等。等梦瑶一进门，你们2个就赶紧生个胖小子，让妈抱抱。是妈。来，慢点，放这儿，轻点，放这儿。今天迎娶的时候，记得就这几项。好，慢点。陈管事，你这是？来，放下吧。这是夫人为少奶奶明日出阁准备的嫁妆。哎呀，薛老夫人想的可真周到啊！连我应该为女儿准备的嫁妆，她都想到了。陈管事，您回去啊，一定替我谢谢薛老夫人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把话带到。哎，怎么没见少奶奶啊？她到庙里去了。去庙里了啊？是这样，明天我女儿啊就是薛家的人了，所以今天一大早她就到庙里为薛家还有老夫人上香祈福啊。真没想到少奶奶这么有心，还没进门呢，心就向了薛家了。我们少爷真是有福气啊，能娶到少奶奶这么好的媳妇啊！您过奖了，应该的。陈管事，您辛苦了，来坐下喝杯茶啊。不了，我得回去了，夫人还等我回话呢。也好。陈管事，您慢走啊。好。走了。走。哎呀，薛家不愧是大户人家，办起事来面面俱到。我家梦瑶有这样的嫁妆，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出嫁了。糟了，明天薛家就来迎娶了。梦瑶这个时候还跟少爷在庙里见面，这丫头是不是要反悔呀？梦瑶，你找我？少爷，明天我就要嫁进薛家了。我知道了。少爷，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在乎我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你说，
只要我能做的，我一定会去做的。你今天陪陪我好吗？少爷，我明天就要嫁人了，就当是送给我的结婚礼物，可以吗？少爷，我别无所求，只希望少爷能够陪陪我。我嫁过去之后，会默默地过我的后半辈子。少爷，你成全我最后一个心愿，可以吗？少爷，好吧。为什么要逃避？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？怎么会呢，梦瑶？那你看着我。你还是对我有点感觉的，对不对？少爷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会为你留下来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立刻去薛家请罪，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惩罚。只要能跟少爷在一起，薛家就是要了我的命，我也不在乎。梦瑶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对你真的实在对不起。我真是太天真了，明知道不可能，我却还奢望你会改变心意。我的梦该醒了，该醒了。我们的合约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好，慢走啊。哎，你以为我嫁去薛家真能得到幸福吗？薛家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孙梦瑶不过是薛家花1000块钱买回去的女人，一个用1000块钱买断了一生的苦命女人。梦瑶，梦瑶，梦瑶。云山，薛家，原来传宗将要过门的媳妇儿，真正爱的人居然是云山。再过几个时辰，婚礼就要进行了。我该把我听到的事告诉秀妍吗？安华，你回来了。秀妍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。待会儿再说，你帮我看看，我帮传宗准备的这件新郎服还可以吧？不用看了，我相信你的眼光，秀妍。对了，我还帮你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传宗，你看看还合适吧？很合适，谢谢你。你每样事情都帮我准备的那么周到。做妻子的不都该这样吗？再说我也有私心啊，我希望借这个机会，把你和传宗的关系修复得更好，这样我夹在你们两个中间，才不会为难嘛。你真的很贴心。你别夸我了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亲自把这份礼物送给传宗？也好，走。难受，抽一口，抽一口就好，我就抽一口，抽一口。不行，我答应过我妈和姐，不再抽大烟，我要把它戒掉。对，梦瑶，为了梦瑶，我一定要把大烟戒掉才行，我一定要戒。传宗，我帮你送新郎。你又抽大烟，薛传宗，你怎么答应我们的？明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了，你竟然还抽这个，你怎么对得起妈？怎么对得起你未过门的媳妇儿？姐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，你什么时候看见我抽烟了？你还睁眼说瞎话？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我是准备拿出去把它扔掉的，我真没抽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呢？好骗是不是？秀妍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让他把话说完嘛。你别护着他了，他就是仗着我们大家太宠他了，所以才变本加厉，为所欲为。
传宗，把烟具给我，跟腱配不是。走开！少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我不稀罕。传宗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姐夫说话呢？你自己做错了事，怎么能把气撒在你姐夫身上呢？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不中听，没关系的。你别拦我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他骂醒不可。薛传宗，你还记得你上午信誓旦旦跟我说过的话吗？你说过要把你姐夫当成自己家人，你还说过你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可是结果呢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叫我们以后怎么相信你啊？姐，在你眼里，我就真的那么不成才吗？我答应过妈和你，永远不再碰那玩意儿，我就肯定会把它戒掉。我刚才明明是要把它拿出去扔掉，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这话你留着明天跟你媳妇儿说去吧。你别拿梦瑶来压我，我是爱她，愿意为她戒掉大烟，可是我更在乎的是你们对我的爱。好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我就在你面前证明一下我的决心。我薛传宗就算再没出息，也不会为了抽口大烟，让我最爱的姐姐永远不相信我。传宗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，你原谅姐好吗？对不起，姐，不怪你，姐。传宗，对不起，姐姐相信你啊，不哭了。看得出来，传宗是真心爱着杜家那个丫头。只可惜那丫头爱的人却是云山，云山爱的人又是齐真，而齐真爱的人是……天哪！为什么您这么捉弄人，总是不能从人愿呢？老天爷，传宗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既然您安排了梦瑶姑娘成为他的妻子，就请您眷顾她，让她跟梦瑶姑娘能够一辈子幸福到老。而我也会遵循您的安排，一生一世与秀妍不离不弃。至于我最亏欠的齐真，希望您能保佑她跟她未出世的孩子平安健康。无缘无故的，齐真为什么要突然搬去青铜呢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。难道他是为了要报复赵安华？对，一定是。问题是没有爱，哪来的恨？他一定是还没有对赵安华那小子忘情。不行，我不能让齐真搬去青铜，绝对不行。哎，我们家的老祖宗不搬家的啊。齐真呐，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我们为什么要搬去青铜住啊？不为什么，有孩子了，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哦，那你能不能再跟我说说，可以选择的地方那么多，为什么非要选择青铜呢？青铜地方大，比较好讨生活。哦，我可先把话说前头啊。青铜呢，我是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唯一认识的就是你那个赵。除此之外，我什么人我也不认识。我在想，万一搬到那儿去之后有个什么差错，你不怕饿死，我还怕养不活我自己。还有我们的孩子出事之后，他总得吃，总得喝。人只要肯做，饿不死的。
哎，说的对。哎，你怎么拐着弯的骂人呢？现在不是我不做，是没人赏识我。哎，哎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说睡就睡了呢？啊？启真，启真，好，没关系，要搬你搬，我不搬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要走你走啊！你说要走，我没说要走，我不走。走不走？大丈夫说不走就不走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就不信我这个做老公的不走，你做老婆的敢自己走？喂，哎！怎么真的走了？那剩我一个人怎么办？这些日子我已经习惯了家里有老婆，现在搞得没人洗衣服，没人烧饭，没人陪我睡觉。哎，不，我可受不了了。哎，不对呀，我这一追，那我男人的尊严跟面子不都没了吗？不行，肯定不行。追出去呢，是没了面子和尊严，但是有了面子和尊严呢，肯定失去老婆跟孩子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算了，为了不失去老婆跟孩子，尊严跟面子摆一边吧。启真，启真，等等我！启真，启真，启真，等等我！启真，启真，启真，我来吧。启真，热吧啊！启真，加油啊！来呀！快，向前走，快！里面请啊！哎，王夫人，里面请啊！谢谢。里面请啊！哎呦，这位里面请。怎么样，还合适吧？姐为我准备的这套喜服，穿在身上还真像个新郎官呢。传宗，结了婚以后，你就是大人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你不仅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还是你妻子的天，肩上的责任重大，明白吗？姐，你越来越像妈了，你们说的话全都一样。你放心，我明白。怎么，你嫌我啰嗦啊？姐是过来人，有些话姐必须跟你说。夫妻相处之道呢，除了尊重和忠诚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100%的信任。传宗，只要这些你都能做到，姐跟你保证，你跟梦瑶姑娘绝对会恩恩爱爱，长长久久的。吉时就要到了，新郎官来了，就来了。来，赶快去迎接你那个梦寐以求、朝思暮想的新娘子吧。姐，我这就去把她领回家。孙叔，少爷，这是我爹妈特地为梦瑶准备的贺礼，你收着。这怎么行啊？梦瑶只是个丫头，怎么能收这么重的礼呢？哦，不，这礼我不能收。孙叔，你听我说，你在我们杜家已经20多年了，况且我爹妈更是把梦瑶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不只是一份贺礼，更是一份祝福，你就收下吧。那我就代梦瑶收下了，我这就去谢老爷和夫人。哎，不用了，薛家的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先忙你的。哎，梦瑶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应该差不多了，我这就去叫她。不用了，她马上就要上花轿了，应该还有很多事要准备，不要打扰她了。哎，你慢走，
少爷。梦瑶啊，少爷替老爷夫人送。梦瑶，这薛家的花轿都要上门了，你怎么还没打扮好啊？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莫非要悔婚呐？哎呀，梦瑶，你是知道爹的，爹宁肯拿自己的老命去抵债，也不愿意看到你受苦。孩子，你要是真的不想嫁，那我们就不嫁了。爹这就跟薛家说去。别去，谁说我不嫁的？我嫁，不就是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只是那个大烟鬼，不值得我去为他打扮。他只配得上我现在这个样子。孩子，别任性。你得罪了薛家，对你没什么好处，还会惹来一堆的闲话，何必呢？听爹的话，好好打扮，啊！就算爹求你了。求我？啊！好，我就最后一次听爹的话。孩子，爹对不起你。爹也希望你嫁过去，能得到幸福。幸福？我不求了，我只求爹能够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要去赌了。这次把我给输掉了，下次你还能输什么？爹发誓，以后再也不赌了。我要再赌，就不是人。就不能好死！够了，爹！就是为了你这条命，我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我要你为我好好的活着。爹答应你，为了你好好活着。倒是你，孩子，你嫁过去以后，一定要跟薛少爷好好过日子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这个做爹的。也是希望你能得到幸福。我会幸福的，一定会的。哎，新娘子来啦！新娘子来了！娘子。谢谢，哎，谢谢。新娘下轿，踢脚门。哎，踢脚门了。大红轿门两旁开，金银财宝滚滚来。哎呀，新郎新娘入房内，生子生孙做秀才。我就不下轿，杀杀你们薛家的威风。哎呀，新娘子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？哎呀，我说新娘子，你听我的劝，现在不是使性子的时候。这要是触了薛家的霉头，往后的日子不好过呀。慕瑶，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要是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触了薛家的霉头，说不定他们就不会要我这个扫把星，主动休了我，那我不就可以回家了吗？哎，来，哎，好，哎，哎呀！恭喜！脚踩麻袋，代代相传。一代更比一代强，新娘跨火盆，代代传香火。快，快跨过去！快呀！
糟了头了！哎呀，这样提藩探火，妄加不成，反而要王家，将来一定要王家败业的。真的是没有啊！这么不吉利呀！传宗，快起来！新娘还没进门，新郎就摔了个大跟头，这可不是什么吉利的事。就是啊，薛家将来一定会损嗣倒房，断子绝孙。哎呦，这女人要是嫁给薛家呀，这薛家可真是要走霉运了。就是啊，怎么那么不顺当呢？新娘犯了大忌，出了薛家的眉头，我们还是把她送回去吧。姐夫，你传宗，妈怎么办呢？这种媳妇儿，我们薛家不能要。陈管事，准备回头轿，让喜婆把她送回去。是。妈，穆瑶是不小心犯了禁忌，她不是有意的，你去饶过她这一回，别送她回去好不好？妈。传宗，凭我们薛家的家世，要什么样的姑娘没有？为什么要这个还没有进门就当着所有宾客羞辱我们薛家的女人？这种没有妇德的媳妇儿，今天要让她进了门，传出去以后，我们薛家还要不要做人？不是，喜婆，送她回去。是。妈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妈，听妈的话，把她送回去吧。你给我走开！穆瑶，这怎么啊？怎么自己？哎，穆瑶，传宗，穆瑶，传宗，你别走啊！哎，你，穆瑶，传宗，不能走！哎呀，起轿，传宗，你别走！传宗，穆瑶，别这样！穆瑶，你不能走啊！穆瑶，少爷，穆瑶，传宗，传宗，穆瑶，穆瑶，你给我快走开！啊，有事吗？我想请问您这房子有没有可以租的？有是有，不过我这儿的房子可不便宜，怕你们租不起。你讲的什么话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可是堂堂八旗后裔，太祖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。这种房子我会租不起？笑话！太祖努尔哈赤的后代又怎么了？现在可是民国了。你，我什么我？你有钱是吧？房租5块钱1个月。1个月5块钱？你这是抢劫吧？对。哎呀，算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初来乍到的，能不能算得便宜些啊？要找便宜的是吧？往下边找去，那多的是烂房子。这轿子里坐的是什么人呐？什么人？被薛家给退了货的新娘子啊！退货的新娘子。哎，哎，原来这是顶回头轿啊！是啊，回头轿。早晨不才风风光光的嫁过去，怎么没一会儿功夫就让薛家给退回来了？估计是犯了什么错，让薛家给休了。哎呦，真是！哎，等，你们刚才说薛家就是南阳地区最大的香油制作坊薛家？对呀，对呀，没错，这就是让薛家给退回来的亲娘子。以后啊，嘿，他怎么做人呢？以他们薛家在地方上的势力，要娶或者要退一个新娘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哎呀，走吧，哎，走吧，哎呀，哎呦，你看看你，平常还说我不识相，我觉得这个孙梦瑶比我更不识好歹。她嫁就嫁呗，嫁到薛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好，亏我为这婚事还出了点力。走。先是抢走赵安华，现在又强娶杜家的丫头，薛家一再作恶多端，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。孙大爷，你看你女儿干的好事。梦瑶怎么了？她不是乖乖的上了花轿了吗？她是上了花轿，可是到了薛家，她先是摆谱不肯下轿，接着又故意踢翻了火盆，临进门的时候又一脚把新郎官绊了个狗吃屎。这不是故意出薛家的眉头吗？这种新娘子，薛家怎么敢要？我是来替薛家讨还聘礼的。薛家要退婚？薛老夫人说了，不但要回以前所有的聘礼，另外还得多加1倍喜门风的钱。啊！如果赔不出来，就告你们骗婚。我做了1辈子媒，从来没碰到这么丢人的事。哎呀，真是倒了血霉了。七婆，哼！七婆，别追了，回去了。你真的做了回头轿？是啊。哎呀，你这傻丫头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女孩子要是做了回头轿，那就等于被判了死刑，你把1辈子的幸福都毁了呀！那正好啊，没人敢娶我，我就终身不嫁，在家陪你好了。
况且我也不一定就嫁不出去啊。你看人家刘琦珍，不也一样是逃婚，还不是有人抢着要？哎呦，丫头哎，你们俩的情况不一样。你得罪的是薛家，你这一悔婚，我们欠人家的钱怎么办？当然是一笔勾销了。爹，我是被薛家休掉的，又不是我反悔不嫁，我们为什么要还他们的钱？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你以为喜婆来干什么？是薛家让她来要钱的。我们不但要把聘金全数退还，还要加1倍的喜门风的钱，一共是2000块呀。2000块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怎么不可以呀？光凭你连门都没进，就做回头轿回来了，把薛家的颜面丢尽，人家就有理由要我们赔。梦瑶，这次你的如意算盘真的是打错了。这怎么办呀？孙叔，别着急，我来想想办法。少爷，这笔数目太大，你也帮不了我们。如果我们不还钱，薛家一定会告我们骗婚，凭薛家的势力，一定会告得成的。这么说，我和梦瑶都要坐牢啊？这怎么办呢？都怪我太任性了，没想到薛家那个老太婆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怕。她开出2000块，摆明就是要逼着我自动回去的。早知道逃不过，我就不跟她斗了。都怪我沉不住气，是我自找的。好了，梦瑶，别哭了。少爷，要不这样，我现在就把梦瑶送回薛家，或许还有个转圜的余地。爹，行吗？就算我愿意回去，薛家还肯要我吗？这爹也没有把握。孙叔，我看这样吧，我去薛家一趟。少爷，这事本不该你去的。我们跟薛家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或许他们肯卖我这个面子。不过梦瑶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你真的愿意再回到薛家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梦瑶，非她不娶。没出息的东西，为了那个女人，你跟妈大呼小叫的。她值得我为她这么做，她是我心爱的女人，是我要娶进门的妻子。那是你自己说的，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，更没把我们薛家放在眼里。像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，不配进我们薛家。妈，传宗，你就听妈的话算了吧。她还没进门呢，就把我们家搞得鸡犬不宁。这要是进了门还得了啊？传宗，你姐说的没错，还好这件事情发生在她进门之前。如果进门之后，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你应该庆幸才对啊！住口！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传宗，你怎么又这么对你姐夫说话了？他也是为你好啊。我不管，我要是娶不到梦瑶，我就去打一辈子光棍做和尚去，成天烟不离手。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了。走开！传宗，传宗！妈，你也看到了，传宗的脾气那么犟，你要是不依了他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秀妍，你怎么改变主意了？像她那样的女人，不适合待在薛家的。不适合又能怎么办呢？传宗非要娶她不可，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他出家当和尚吧。妈，您能不能收回您的话，让传宗重新把梦瑶娶回来呀？你们真以为我这么迷信啊？我真在乎踢翻的火盆和传宗摔那一跤吗？你没看出来吗？这丫头是故意给我们难堪。像这种心眼如针尖的女人，要是让她进门，那还了得？准把我们家闹得天翻地覆。妈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她做的绝，我做的比她更绝。我今天不过是将计就计，用回头轿挫挫她的锐气。要不了多久，她就会回来，求我们让她进门。妈，梦瑶姑娘脾气那么倔，可能吗？等着瞧。妈，杜少爷来了，肯定是为梦瑶的事来的。妈，我们走吧，快走啊，走。安华，我也去看看。哦，梦瑶姑娘，我尽力了，剩下的就看云山少爷怎么帮你谈了。妈，您快点儿。杜少爷，
有事吗？薛夫人，我是为梦瑶的事来的。原来你是来做说客的。我和梦瑶从小一起长大，她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。她今天做出这么荒唐的事，完全是她的不对。我是来替她向薛夫人赔不是的。你言重了。梦瑶到底做了什么事，要你替她赔礼道歉呢？梦瑶年轻不懂事，刚进你们家门就破坏了你们薛家的规矩。等一等，不是刚进门，是根本还没有进门。是，您说的是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梦瑶的错，她已经知错了。薛夫人，您就大人有大量，别跟她计较了。你的意思是她知道错了，想要回来？是啊。她当我们薛家是什么地方？茶楼还是饭馆？说走就走，说来就来。这事已经闹得人尽皆知，现在我们薛家已经成为所有人茶余饭后的笑柄。你认为我还能让她回来吗？妈，慕瑶知道错了，您就原谅她吧。妈，这好歹是一件喜事，只要事情能圆满，一切都好说呀。你就让她回来吧。妈，你要不让梦瑶进门，我就搬出去，我和梦瑶到外面过我们的小日子去。哼！传宗，他想进薛家大门，可以。不过他是坐回头轿走的，我们薛家不可能再派花轿去迎接他，他得自己回来。还有，我要他跪在薛家祠堂，向薛家的祖宗忏悔，一直跪到我相信他真心悔过为止。你要是觉得为难，我绝不勉强。别为难我家少爷。慕瑶，哎，梦瑶，我同意。好一个丫头，还真不简单。之间，谁偷走了黑夜，让心情如此难眠。虚幻的风拂过秋叶，仿佛是你的流言。隐隐约约，耳边话已走远，怅然中只剩思念，烟尘往事如水中